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向风儿行演员发文告别，谭松韵好特别，邵雨期好感性。向风儿行终于在大家的期盼中迎来了圆满的大结局，真是让人欣慰啊！夏至和宋宋终于结婚啦，两人现在过上了幸福的婚后小日子。顾南亭眼睛手术成功，3个月后就恢复啦。更开心的是，程潇也搬来和他同住。两人经历这么多，终于明白心里所想，决定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好好相处。说不定以后他们也会像宋夏那样，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呢。李宇恒爱上了乔正宇，他们性格温和又善良，特别般配。想象他们一起看电影，欣赏日出日落，看着潮起潮落，多美啊！他们从不争吵，从不失落，从不失望，这性格注定他们的走到一起。倪战和程潇道别后，和顾南亭重视兄弟情谊，在新的岗位上，他们全力以赴，发光发热，始终坚守初心，不忘初衷。谢部长虽无法再飞，但他走进校园，用毕生经验去分享，想让学生们早点领悟飞行的魅力。说不定啊，这样就能为飞行行业培养出不少未来的精英呢。艾佳现在转到幕后工作了，而李宇恒则当上了乘务长。这下他可以更安心的去培养新的乘务员，给陆航输送更多优秀的人才啦。江涛这回真的变了，他露面跟大家打招呼了，不再是以前那张阴沉算计的脸，现在看起来好精神，好自信啊。那个曾经英勇的机长又回来了，虽然他不再开飞机了，但他可没消沉下去，反而找到了新方向，继续给社会做贡献。大家都迎来了一个美好的大结局，真是皆大欢喜。向风儿行大结局后，演员们分别进行了2次告别，一次是大家集体告别，另一次则是演员们各自自发的告别。这2次告别都充满了感情，让人感受到他们对这部作品的热爱和不舍。首次发文告别是在电视剧还没播完的时候，演员主要是聊聊这次演出的心路历程，顺便展望一下未来的打算。谭松韵、程潇的向风之旅完美收官啦，蓝图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下次再见了，期待满满。邵雨期说，这趟飞行旅程有你们的陪伴真好，李宇恒以后也会一直把笑容带给大家，温暖每一个人。郭子成为乘客出行保驾护航，力求为他们打造最棒的体验。夏至到来，我们初心不改，继续前行，不断提升服务质量。刘军说，咱们先缓缓的懂得啥该要啥该扔。江涛那边也没停，还在琢磨怎么找到更好的路子。燕子东、宋宋的向风之旅完美收官，探索飞行的意义我们永不停歇，期待下次重逢。刘畅、倪战的向风之旅画上完美句点，感谢大家一路同行，期待下次再见。周琪琪，今天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就收官了。真心感谢每一位喜欢和支持爱家的朋友，期待我们下一次的旅行能再次相聚，一起探索更多美好。第2次发文，演员主动分享了更多心得，主要都是对角色的独到见解和感受。谭松韵演的程潇特别正能量，她是个特别正直、善良的姑娘，做什么都特积极，还特别有担当。为了飞得更高，我敢跟妈妈斗智斗勇10几年，也敢跟上司争取到底，我就是这么执着，从不轻言放弃。遇到不公，李宇恒绝不退让。那次被乘客骚扰，他果断搜集证据报警，结果反遭对方投诉，最后被调到地勤部。但他始终坚守原则，敢于面对挑战，这完全没打击到他的热情。在地勤部时，他依然特别认真卖力。遇到老人丢了老伴，他立马帮忙找。有乘客因为飞机晚点抱怨，他用专业知识去解释，
结果却被泼了水。但他还是保持着积极的态度，始终如一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飞机紧急停飞，后舱疑似起火，他奋不顾身与乘客沟通，结果被撞倒住院，最后还差点挨罚。普通人遇到不公，多半会变得小心翼翼，不敢轻易发声。但程潇不一样，他永远充满活力，正义感爆棚。他坚信自己的信念，不受流言蜚语和诽谤诬告的影响。只要他觉得是对的，就会坚持到底，绝不妥协。郭晓亮在飞机上离世，江涛部长篡改了录音证据。程潇手上没有确凿证据，仅凭个人证词，他也要站出来为郭先生讨公道。公司同事、身边朋友，甚至是母亲，都跟他站在了对立面，仿佛全世界都与他为敌。但程潇毫不退缩，坚持为真相而战。江涛用飞行风险来压他，倪战甚至放弃副总职位来劝，连母亲都让他回家，但程潇都没动摇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做到问心无愧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职业。他的坚持没有白费。最后江涛的问题被证实，公司把他辞退了。大家这才明白，程潇的勇敢超乎想象，一般人真做不到他这样。谭松韵告别时说：“再见了，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见，也希望大家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一起走过的时光，我会珍藏在心里，也期待下一次的相聚。”一拿到剧本，我就兴奋的不行，立马就决定要开始锻炼身体了。程潇这人特闹腾，工作起来就忘了吃饭睡觉。他老喜欢帮别人，有啥事儿都爱站出来说两句。别看外表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其实心里软着呢，就是特别坚强。这种人啊，得有个好身体才能扛得住他这么折腾，不然怎么撑到最后呢？谭松韵心里一直把程潇当做自己的亲姐姐，这可真有意思呢，挺逗乐的。把角色当成亲姐姐，这可是头一回呢，感觉真是挺特别的。剧里程潇简直就是大家的暖心大姐，对夏至细心呵护，帮李宇恒解决问题，还总能安慰到宋宋。她那灿烂的笑容和明亮的眼睛，总能给人带来满满的治愈感，看了就心里舒坦。程潇不仅是我们熟知的谭松韵的姐姐，还是夏至、李宇恒和宋宋他们的姐姐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喜爱的小姐姐，真的超有魅力。邵雨琦觉得自己和剧里的李宇恒挺像的，有很多共同点。李宇恒就像是她的好朋友，也像她过去的自己。邵雨琦初见李宇恒，就觉得他像朵蒲公英，软软绵绵的，娇嫩易碎，颜色纯白。他总是像在寻找什么，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显得有点被动。他身上没有一丝锐气，就像控制不了风的方向那样，让人不禁想要呵护。这就是李宇恒最初的样子，一切还没开始的状态。李宇恒起初就像只小白兔，胆子特别小，遇到啥事儿都躲躲闪闪，别人碰了他也不敢吱声。要不是程潇出面帮忙，这事儿可能就这么算了，不了了之。魏先生一直骚扰我，我也不敢反抗，只能忍气吞声。结果事情越闹越大，好在有朋友帮忙，我才终于摆脱了他。明星乘客就是不听劝，他说了好几遍，但经纪人一警告，他就不敢吭声了。结果明星脖子给扭伤了，这事儿还闹上了网，被大家一顿批评。没有锐气，没有目标，只像小兔子那样胆小谨慎，缩成一团。他逐渐振作起来，不再依赖顾南亭，而是勇敢地承认错误，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。面对齐豫的挑衅，他毫不退缩，积极应对。同时，他也坚定地支持程潇作证，并为他寻找合适的律师。这个总是忙碌的闪闪发光的人，终于邂逅了他的真爱，来自地勤部的乔正宇。
邵雨期说的对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拼尽全力也攀登不了的高峰，咱们就是平凡人啊。顾南亭就像座高山，李宇恒拼尽全力也攀不上。他决定及时放手，转身离去。就在他生活最灿烂、最美好的时候，他遇见了乔正宇，一切都刚刚好。程潇是倪战难以企及的高峰，他选择与他成为朋友，默默守护在他身边。谁说爱就非得黏在一块儿呢？只要两人都开心，就挺好啊。李宇恒和倪战都做到了这点。山难爬，咱就换做人嘛，别太死板的变通点。邵雨期演李宇恒真是演活了，他完全 get 到了角色的难处和迷茫，演起来就像自己就是李宇恒一样。可能李宇恒的经历和他有点像，所以他对这个角色特别有感触，演起来也特别投入。